他的声音中虽然平淡，但却有着势在必得的自信。对于这银色铠甲男子，萧炎早就想要夺取他身上的圣花印记，上次给逃了，真是有点可惜。不过这一次他逃不了了。呵呵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那银色铠甲男子闻言也是讥讽一笑，然后他阴恻恻的道：我承认你有些本事，不过今日我的这个帮手虽然实力与我相当，可我们联手之下，就算是面对8重天位神巅峰都有一战之力，而今日逃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了。萧炎扑哧一笑，这家伙输了竟然还如此理直气壮，真是脸皮厚的。血影兄，今日我们就合力斩杀了这小子，不然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话到此处，他袖袍猛然一挥，强大的气息便是爆发出来，而一旁的那位血袍身影，那一对泛着幽光的眼睛便是扫向了萧炎，然后点了点头，森然的道：阡陌兄，此子的确有些实力，不过你我联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出手帮你击败这小子，事成之后，那小子身上的圣花印记70%都得归我。阡陌眼中掠过一抹肉痛之色，但最终还是咬咬牙，果断的点了点头，狠辣的道：只要能够除掉此子，就依血影兄所说，痛快。盘坐在山峰之上的萧炎望着那大笑中的血袍男子，双目也是微微一眯，喃喃道：你们多来几个也一样，快一起上吧。废话真是多得很。于是二人的身形便是化为了2道流光，动过虚空，对着萧炎猛攻而来。小子，我倒要看看你今日如何翻身。阡陌的身躯缓缓的升起，最后出现在了萧炎前方，冷笑道。萧炎眼皮微微一垂，道：那么我就拭目以待，是否像你说的那样？死到临头了，还给老子装神弄鬼！血影天掌。血影眼神一寒，手掌猛然一拍，顿时他的身前血光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，转瞬间便是化为了一道血红巨掌，从天而降，携带着毁灭与浓浓的血腥之气，对着萧炎所在的山峰重重的拍下。化蛇掌。阡陌也是全力出击，磅礴的神渊之气巨掌，巨掌之上的五指仿佛是5条巨蛇，正在蠕动着身躯一般，散发出夺命之气，非常的强大，毫不犹豫的对着萧炎袭来。轰！血红巨掌和化蛇掌犹如是2颗陨石般的降落下来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神深处炫白色火芒浮现，体内的磅礴的神力也随之运转起来，炙热的气息顿时自萧炎的体内爆发，化为2道火龙滚滚而出，对着上空巨掌便是咆哮而去。轰轰！血红巨掌和化蛇掌狠狠地拍在了炫白火龙之上，顿时间肉眼可见的冲击波疯狂地肆虐开来，周围的空间不断的迸碎轰隆。不过对方乃是2位高阶天位神后期，联手之下的确可以抵抗1名高阶天位神巅峰的强者。现在的他们一出手便是全力一击，虽说萧炎的炫白火龙阻拦了血红巨掌和化蛇掌，但依旧是有着恐怖的力量渗透进来，当即萧炎脚下的山峰便是承受不住那种力量，迅速的崩塌，巨石滚落，短短数息，萧炎的身躯便是伴随着山峰的崩塌，落在了海面之上。萧炎立于海面上，他抬头望着那渐渐消散的血红巨掌和化蛇掌，眼神也是微微一凝，看来这2位联手的确非凡，也是远超了想象。阡陌傲立天空，他居高临下的望着海面上的萧炎，嘴角掀起一抹讥讽的弧度，道：小子，现在知道我们2人联手的真正实力了吧？这边是实力的差距。他也知晓了萧炎的火焰相当的诡异，所以根本就不给萧炎接触到他身躯的机会，直接是采取远距离的神技轰击，而如此一来，萧炎的劣势自然也就凸显了出来。将你的圣花印记识像的就交出来吧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面对着血影的嘲讽，萧炎也是笑了笑，道：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你们2人能够战胜我吧？哦，这个时候了，你小子还敢嘴硬？血影森然道。萧炎微微一笑，却是不再理会于他，只是脚掌猛然一跺海面，顿时海水距离的翻涌而起，下一瞬间1000道齿影直接是从海底爆射而起，落在了萧炎的身后。当这1000道齿影出现时，空间中顿时浮现出极其磅礴浩瀚的力量，便是犹如大海一般笼罩开来。血影和阡陌望着萧炎身后的1000道齿影，双目一眯，冷笑道：持法神技还真是少见，你不会要以这一道持法神技击败我俩吧？对于血影和阡陌的冷笑，萧炎嘴角却是缓缓地掀起一抹诡异笑容，道：哦，你们是觉得这一道持法神技伤不了你们？嗡！就在萧炎声音落下的那一刻，身后1000道齿影竟是开始汇聚融合，一股磅礴的恐怖力量也在随着1000道齿影的融合而变化，那等恐怖的神技力量也瞬间变得强大很多，直接是令的血影和阡陌面色微微一变。萧炎抬头，他望着面色在此时有所变化的血影和阡陌，淡笑声在这海面上缓缓地传开。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击败你们俩了呢？牵引归一尺，一道巨大的耀眼光芒散发出来，连空间都开始颤抖起来。虽然牵引归一尺只是准大神级阶级，但是在如今实力下的萧炎施展，
将会大大增加了牵引龟翼齿的攻击，并且还是由神火横骨齿施展。那么其中还伴随着神火的力量。这小子怎么施展的持法神技如此厉害？看来我们需要宝物的加持了。阡陌表情一沉，便是拿出了自己的宝物。宝物一出，恐怖的气息也是随之迸发。虽然这宝物能够让那个自己逃遁，但也可以作为攻击，那冲击力就算是山岳都会被一瞬间击溃败而去。紧接着血影也拿出了一道宝物，貌似是一柄斩刃，此乃巨灵斩刃，能够劈开一切万物。阡陌兄，你我联手斩了这小子！一声怒喝声传开面，对着萧炎的那一道牵引龟翼齿，二人也是催动磅礴的神力灌入在手中的宝物之中，从而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可怕力量。他们也是将两道宝物的力量相融合，整个空间中出现了电闪雷鸣的景象，犹如是末日一般。一道巨斩刃出现在了虚空之中，一股股恐怖的雷电交加其上，一道雷电都能够轻易的劈开空间，那威力无法想象。最后在二人那狰狞的表情之下，那道巨大的斩刃直接朝着那袭来的牵引龟翼齿狠狠地斩去，所斩之处竟是硬生生的出现了细长的空间裂缝，虚空上一道巨大的齿影以及一道巨斩撞击在了一起，双股对碰的声音绵绵不断的响起，轰轰，这威力简直可怕到极点，破坏力更是惊人无比。如今萧炎所施展出的牵引龟翼齿爆发出绝对的爆破力，牵引龟翼齿的威力足以能够毁灭一方生灵。轰，惊天般的声音响彻而起，炫白齿影不断的与那巨斩交织在一起，则是硬生生的要将那散发出可怕气息的巨斩轰成两半。可是那巨斩的力量也不简单，毕竟那可是万界圣子之地中的天地宝物，而且其威力也不会弱于72大神器。巨斩的力量极其的恐怖，就算是牵引龟翼齿的力量爆发极致，竟是也无法将其轰出一丝裂纹来。就在两道强大的攻势在不断的对拼时，那巨斩竟是红光一闪，直接爆发出一道更为惊人的力量，而那巨大的齿影之上竟是有了一丝裂纹，然后在那片刻之间，竟是以蜘蛛网的形状布满在了那齿影之上。咔嚓之声，那磅礴气息的巨齿竟是被轰得裂了开来。在牵引龟翼齿被击碎的那一刻，萧炎倒是没有出现慌乱之色，只是出乎了意料之外。没想到自己如此强大的牵引龟翼齿，在将其施展最极致的力量下，竟然都无法撼动对方的合力一击。他们的天地宝物果然有些名堂，啪啪虚空中爆发出无数道能量轰击的声音，最终那巨大的齿影也是被巨斩彻底的给轰碎了开来。虽然刚刚的强大招式抵挡住了对方的攻势片刻，但也无法完完全全的持续对抗下去，因为萧炎早就感觉到对方的攻势中有极其可怕的冲击力，使得这巨斩的威力更上一层楼。毕竟两位高阶天位神后期联手，再加上天地宝物力量的加持，那威力就算是高阶天位神巅峰都得避之锋芒。哈哈哈，小子，这下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天空中立马传来两道得意的笑声，但萧炎只是淡笑了一声，道：你们看过一名高阶天位神身上的无色百万星辰吗？闻言，上空立马传来一道惊异之声：什么百万星辰？然而他们便是在下一刻见到萧炎的身后，无色的星辰开始闪烁，缓缓凝聚，每一颗都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也就是如此，由百万星辰形成的星辰海，而想而知是多么的恐怖。如果被吞噬其中，怕是瞬间重创。这些百万星辰在空中跳跃，闪烁着冰冷的光芒。血影和阡陌二人站在不远处，目光紧锁在萧炎背后的无色百万星辰海，他们的脸上早已经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，仿佛目睹了一幕神话般的奇景一般。这怎么可能？高阶天位神怎么可能拥有百万星辰？百万星辰的力量波动激荡着空气，连周围的景物都似乎在这股力量下变得扭曲变化。他们都知道百万星辰意味着什么，那是意味着足以摧毁一切的浩瀚力量，那是天位巅峰9重天位神才拥有的天位星辰海。当他们看见萧炎施展出百万星辰之后，即便是他们有天地宝物加持，也不过是螳臂挡车，在堪比9重天位神面前，所有的抗衡都是徒劳无功罢了。就在此时，萧炎的嘴角挂着一抹弧度，轻轻一挥手，身后的百万星辰仿佛听从了召唤，瞬间对着他们袭来，将那巨斩吞噬在了星辰海中。任由巨斩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，依旧无法展开百万星辰海的一丝一毫眼。见他们的最强一招被对方如此轻易压制，他们的心中此刻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逃。但既然已经成为了萧炎的猎物，他们二人再想逃也只能是想法而已。所以百万星辰的光华在空中画出一条条璀璨的轨迹，宛如无数利剑，直指血影和阡陌而去。血影和阡陌两位高阶天位神后期的强者，深知已经难以逃脱，那么也只能硬着头皮试图反抗。但他们的力量在这百万星辰面前显得微不足道，最终他们的强大攻势以及血影和阡陌二人的身影，在百万星辰的光芒中黯然失色，瞬间被无情的吞噬殆尽，犹如陷入了浩瀚的大海中，根本无法掀起一点浪花来。在解决了这二人后，萧炎身后的百万星辰缓缓地消散而去，恢复了先前的宁静。只是两道身影从上空坠落而下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反抗之力，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直接昏迷了过去。
而萧炎也是毫不客气的将他们2人的圣花印记全部夺取过来。如今萧炎的圣花印记也有了50多枚，在收拾完了事情之后，萧炎并未动身，而是静静的站在那里，如同一尊孤傲的神灵，因为他知道刚刚的战斗已经引来了诸多争夺者，他们都隐藏在暗处盯着萧炎，本想坐等渔翁之利，结果萧炎刚刚所展现的100万星辰，直接令得他们没有了打在萧炎身上的主意。不过这也是萧炎故意而为之，其实对付刚刚那2位高阶天位神后期的争夺者，就算萧炎不施展出100万星辰，也是能够将其击败的。之所以这么做，那是因为萧炎早就发现自己被很多争夺者盯上，而且他们的实力个个都不弱，收拾起来的确有些麻烦，所以直接给他们来个震慑力，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。